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 FC 平台的动作游戏《恶魔城传说》。本作的主人公是贝尔蒙多家的拉尔夫。我大概2-3年前曾经录制过一期，那次录制的呢走的是赛法的路线，这次咱们要走阿鲁卡多的路线。在月下之前，阿鲁卡多呢已经在游戏当中登场了，并且可以作为可选的角色。本作呢第一次引入了分支的路线以及多同伴的系统。除了拉尔夫之外，咱们还可以操作海盗格兰特、法师赛法，另外呢就是吸血鬼阿鲁卡多。当然啦，咱们要在不同的分支路线当中让这些角色加入，才能够进行选择。这里我选择了副武器圣水瓶。武器除了类型之外呢，还有级别，你吃到2级和3级的加强道具，可以增强你扔出道具的数量。圣水瓶呢，在初代是神器啊，用来对付死神，还有最终 BOSS 的2形态。这里第一关就出现了美杜莎的头。早期的游戏里，美杜莎的头还是比较难对付的，因为你碰到的话呢就飞出去了，有一个受创的硬直，有可能一下就掉坑里了。咱们现在攻略的是第一关，咱们从教会出发，穿过这个村子，来到墓地。第一关之后呢，就涉及到要进行路线的选择了。这种怪非常像初代的跳蚤男。屏幕的右上角显示的就是关卡的进度，现在是1关4。副武器的话，争取给大家多演示几个吧。但是你频繁的切换副武器的话呢，你的副武器等级提升不上去啊。换了之后呢，它等级会重置啊。好，这里打第一关的 BOSS， 一个骷髅剑士。咱们就利用用鞭子攻击它之后，它有一个后退，在平台上站不稳，在这儿反复的打它就可以了，这样第一关就过关。每次打完 BOSS 之后呢，咱们的血量会加满。但如果这关没有 BOSS 是不加的，并且呢，你的副武器的心也不进行结算。好，这里有一个分支路线啊，走上方呢是石基塔，走下方呢是森林。石基塔的路线呢，就是收格兰特的。这种钉板，游戏当中钉板应该是有2种，这种呢是秒杀的，还有一种呢碰到之后是掉半格的血，伤害也很高，所以说钉板最好不要碰到。哎，这里打了一个时间差，他竟然在我面前舞动鞭子。森林这关呢，最难对付的敌人就是猫头鹰了。哦，这个飞走了，我没打到他，他也没打到我。那起飞的点低的猫头鹰呢，可以跳起来直接用鞭子抽啊。起飞点高的呢，你要等它现身之后，上升的过程当中，然后你跳起来抽，就正好是这个时间点。节奏要掌握好，甩鞭子嘛。玩鞭子一定要掌握好节奏，否则的话你也不爽，对面也不爽。
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最近这几年出的《恶魔城》的动画片啊，一共是有4季。那动画片的剧情和本作的大体框架就是一致的。动画片里呢也出现了赛法，还有阿鲁卡多，都是同伴儿。那感觉动画片的赛法的人设我更加喜欢一点。在现在的游戏当中呢，赛法比较保守。好的，又进入了一个分支。这个分支啊，如果走上路的话，是去救赛法；下路的话是沼泽。我上次录制的时候走的是上路。因为赛法是老婆嘛。好的，我现在捡到了副武器的升级道具，现在是2级，最高呢可以升到3级。但是这个副武器的等级只对拉尔夫还有格兰特有用。那除了副武器的等级呢，还有主要的鞭子的等级。在第一个场景里，咱们已经吃满了，这个鞭子已经是最长了。吃了2个升级道具，走这边就是为了要打阿鲁卡多呀。但其实现在的阿鲁卡多和月下里边相差还是比较远的。他的攻击方式呢，也不是用剑，而是挥动自己的斗篷来进行攻击，感觉人设上呢要更接近吸血鬼。月下里的形态呢，看起来就更像人类了。既然是吸血鬼呢，它就可以变身，这也是本作当中使用阿鲁卡多最大的特色了。它可以变成蝙蝠飞行。但变蝙蝠的时候呢，不能攻击，被碰到呢就会变回原形，比较脆啊。十字架还好吧，它是一个飞去来器啊，扔出去呢还能回来，是2次攻击。好，这里是本关的 BOSS， 一个蝙蝠。既然是吸血鬼题材的游戏呢，那蝙蝠啊就是老熟人了，几乎每座都能够见到这个 BOSS。我捡了好多心啊，都被没收了，被结算了。好，这个场景呢就要去打阿鲁卡多了。看起来上面滴下来的是酸啊，这里我直接走下来，节省时间啊。但是每次走下来几乎都会被这个火人烧到。如果不赶时间呢，可以等一波节奏。2滴血啊，无所谓。这种绿色的小怪好像是史莱姆。本作的操作手感还是相当的生硬，一旦你跳出去呢，你就无法改变方向了。这个在进入了16位的时代才有所改观啊。前一阵子给大家录制了超级恶魔城超人平台的，那里的操作手感就非常的舒服。这儿有一个隐藏的奖命，
心术下边的 P 就是你的生命数，其实呢没什么大用。这种尖刺扎一下就是半管的血，还好呢不秒杀。所以说贝尔蒙多家的人呢，看起来比洛克人啊要硬一点。快走啊！这种怪沿着平台移动，规律性还是比较强。好，前边呢就是打阿鲁卡多了，他的一形态啊，攻击方式和他父亲啊如出一辙，也是挥斗篷，然后呢扔出3个火球，他这个火球呢是散射的。弱点呢是头部，难度呢不高，难点啊在于它出来的次数比较多，因为你每打它一次呢是2格血，所以说要打个8、9次，这个容错率就低了。还好啊，它的火球可以抽碎。还有4根血。打完之后呢，它就会加入了。这里阿鲁卡多的形象和月下真的是相去甚远，看起来就是一个吸血鬼，而且身材非常的高大。好的，又起来了，看来呢是有起床气啊，但是被打醒了。那允许他加入。这样的话呢，从下一关开始就可以选择它了。攻关的过程当中，随时可以通过选择键进行切换。他的这个个子啊，看起来比拉尔夫要高1头。好的，切换一下，这就是 A 少啊。那现在呢，他的武器没升级，吃到1个升级道具之后呢，是扔出2个能量球，再吃1个是3个。攻击的范围非常优秀啊。首先呢是一个散射，第二呢它是一个远程。阿鲁卡多也可以使用副武器，他吃的心就是用来变身用的，变身之后呢会持续的消耗，好处啊是可以飞越一定的地形。好，这里有一个分支，那往前走呢是继续刚才那关刚才的场景，往下边走呢就是一个水淹的都市。下方有一个骷髅剑士，这种骷髅剑士也是老熟人了呀。在有的版本里呢，他的攻击你可以蹲着躲，但是本作不行，他砍的点比较低。离着这么远就可以卡点，进行攻击，这也是阿鲁卡多的优势。在楼梯上，阿鲁卡多应该是不能攻击的，这也算是一个弱点了。我最后 A 那下是想打那个怪啊，结果没打到。他跳上来之后呢，直接又跳到水里去了。
里变一下，可以不打这只龙。这种古龙非常的硬啊，一会儿呢，咱们可以打一只试试。使用阿鲁卡多之后呢，我就比较注意收集心，因为这直接影响到它的飞行距离啊。好，这只咱们就打一下。感觉血量比 BOSS 还多呀。好处是打完了出一堆的血。这里就不和他们纠缠了，直接飞过去。前边还有一只，然后本关呢 ，BOSS 是一只超级大的，又大又粗啊。捡到了钟表，可以暂停时间，但是对本关的 BOSS 没有用啊。好，这个场景呢就可以充分利用阿鲁卡多的优势了，咱们直接飞过去。这让我想起了冒险岛3代，可以骑着翼龙飞越一些关卡。BOSS 出现 ，BOSS 呢要打2次，第一次打完啊，他会逃跑，剩1点血了。好，已经跑了。这个 BOSS 第2次出场的时候非常特别啊，他出场那个位置呢，刚出场的1-2秒左右是没有被攻击判定的，就是你打不到他。虽然他血比较少，你 A 他一下几乎就能过关了，但是你打不到他。好处呢是他也打不到你，等于那个阶段啊，它就是一张贴图。这个场景就比较赶时间了，因为下方的水在不断的上涨。脚下的砖还在碎裂，这个地方直接飞上去，反向飞。好了 ，BOSS 战咱们蹲个点吧，反正他打不到咱们。等他出现被攻击判定的一刹那 ，A 他一下就完事儿了，在这等啊。一下，好的，过关。那好吧，本期呢时间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